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股维持在接近历史高位，在5月零售销售数据公布后，交易平淡，科技股继续领涨，一些华尔街银行上调了今年标普500指数目标。然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显示消费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和持续的通胀压力。接下来，今年以来，英伟达公司内部人士已出售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股票，这是由于对该公司芯片的持续不懈需求，使得该股票的价格继续创下新高。接下来这条，花旗集团不再是一家金融超市，而是专注于为跨国公司提供全球金融服务。新任 CEO Jane Fraser 领导的重组旨在提高效率，预计到2026年实现营收增长至少60亿美元，费用减少至少5亿美金。接下来，美国5月工厂生产意外增长，但由于利率上升和商品需求疲软，这种势头不太可能持续。制造业占经济的 10.4%， 受更高的借贷成本拖累。美联储本周维持基准隔夜利率在 5.25% 至 5.50% 的区间，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如此。美国央行官员将降息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了12月。政策制定者预测今年只会有1个季度点的降息。下一条，戛纳创意节上，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话题，业内人士普遍看好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认为它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更高的股价。让我们关注，电动汽车制造商 Fisker 因现金耗尽和运营困难而申请破产保护，寻求出售资产和重组债务。下面这条，英伟达股价过去1年飙升超过 200%， 分析师预测这家半导体巨头将持续上涨，未来1年市值将接近5万亿美元。下面这条 ，EV 库存激增，导致经销商销量疲软，特别是在初创公司中，汽车制造商正在调整生产计划并推迟新车发布，以应对消费者的担忧和竞争。接下来，英伟达超越微软，以 3.35 万亿美元市值成为世界市值最高公司。其股价在过去5年中上涨超过 3400%。英伟达的崛起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其芯片和软件平台在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程序方面具有优势。下面这条，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增持西方石油公司股份至 29%， 表明他对石油和天然气的看好。接下来，苹果已暂停开发下一代 Vision Pro 高端头显，但正计划在明年年底前推出功能更少的平价版 Vision 头显。接下来，国会预算办公室将今年美国预算赤字估计值上调 27% 至近2万亿美元，对联邦借贷的空前轨迹发出新的警报。下一条，科技行业重量级基金大幅增加对英伟达的敞口，将其与苹果的敞口互换。这一调整是为了与标普道琼斯技术精选行业指数的即将变更保持一致。接下来这条，美股周二再创新高，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上涨势头持续。英伟达 NVDA 超越微软 MSFT， 成为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零售销售数据令人失望。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对利率路径发表更多评论。最后这条是，英伟达达成收购价值约1亿美元的软件开发初创公司 Shoreline.io 的协议。Shoreline.io 由前亚马逊云计算服务主管创立，提供计算机系统故障检测和自动化修复解决方案。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